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近期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争夺呀，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焦点。为什么说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的人员已经到了扎波罗热核电站，但是呢，还是无法平息就是俄乌之间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相互的指责或者是相互的争夺呢？因为国际原子能组织他们这次到核电站来考察或者检查的任务，是要确定就是目前这座核电站的安全状况怎么样。也就是说，它的整个运转的体系，比如说这个核电站，它要这个压水反应堆要工作吧，那么要把这个核能通过就是热，然后转换成电能那这个用完的这些燃料乏燃料，它要把它储存起来吧，要就是保管起来，不能让它就是放射性的这些燃料沾染或者污染环境。还有呢，你这个没使用的这个核燃料也要保护好吧，你不能把它给打捞，让它泄漏吧。所以任何环节就是受到破坏或者攻击，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这种影响。因为此前呢，也有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这种先例，也有日本福岛核电站的这种先例。就是说，核电站一旦发生了事故，无论是人为的事故、自然灾害的事故，或者是说因为军事冲突打坏了这个装备发生的这些这个事件，都会对整个的区域造成不可逆的这种影响。一个这个核污染，它对这个周边的环境、对生物，也就是人员，还有这些作物都是一种沾染或者是污染，而且很长时间无法消除。那么再扩大点说，它飘散了之后或者扩染了之后，对这个相关的欧洲的整个的更大的区域都有这种危害的作用。所以无论如何，不能让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这样的核事故。那可是现在呢，虽然这个原子能组织的人已经驻扎在或者留驻在这个核电站了，但是无法阻止就是俄乌双方在这个地区的争夺，也无法解决就是比如说有无人机或者是这个炮弹对核电站这些设施的攻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要争夺就是这座核电站的使用权。因为不在于你这个核电站掌握在谁的手里，而在于它发出来的电为谁服务。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就是它的输电线又一次给断网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危险所以断了。那么对于这个欧洲最大的核电站，而且它就是在乌克兰核电站里边的这个规模也是最大的，所产生的这些电能也是比较多的。因为它的核反应堆多呀，所以这个呢就是产生出来的电能为谁服务是最重要的。如果俄罗斯掌握了，它要为俄罗斯的利益服务那么乌克兰掌握了，它要为乌克兰的利益服务。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这个核电站是这个俄罗斯掌控着，因为它军队管控着那这个电很有可能的输出去是为俄罗斯服务的，而不是为乌克兰服务的。那乌克兰当然不允许。那就是说，有一杯咖啡，如果我喝不到的话，我也不能让你喝了，我干脆把这个杯子给砸掉宁可让这个咖啡全部洒在地上我也不能让你喝了。所以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这个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对这个事呢是采取了一种什么态度呢？就是他没有劝阻比如说乌克兰，你不要对这个核电站进行攻击，因为攻击之后可能产生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或者是核污染。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它是给就是核电站周边的这些居民发放防护服，就是你们穿上这个防护服，万一核泄漏了，你们可以保住命。因为防护服嘛，它是白色的，可以进行
反射啊，可以进行这个相对的这种安全的呼吸。那也是个逃命的问题，但是你环境污染你是没法解决的。你整个的对这个设备的破坏，对整个地区环境的破坏，你是没法解决的。所以美国它并没有采取一种负责任态度，而我们看现在就是国际原子能组织的人员也没有能够阻止就是双方对这个核电站的攻击的行为。所以我们讲呢，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如果你比如说最后因为不管是哪一方的军事行动，把这个核电站就是进行物理上的这种摧毁或者破坏了，那它就要发生核泄漏，就要产生核事故。那么对整个的地区，对整个或者更大一点来说，就是欧洲这个方向的安全会造成一个很长期的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所以这件事呢，我们要从负责任的态度来讲的话呢，应该必须停止在这个区域里边的军事行动这个呢，不管就是核电站目前掌握在谁的手里都应该采取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来解决这个争端，而不应该就是任其发展，或者像美国采取这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是发生就发生，灾难就灾难反正离美国远着呢这是不行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